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有的影片不是做的不好，而是直接不被推了？你明明更认真了，但是流量反而是更不稳的，甚至直接卡住。很多人第一的反应是不是我的内容有问题？但是我最近研究了一圈之后，才发现了一件事情：现在很多人的流量下滑，真的不只是内容的问题了，是 YouTube 它已经改了规则，而且没有明说。这支影片我会帮你拆解4个关键的变化，让你知道现在平台到底是怎么判断内容的，还有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做。How's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如果你想把频道当成是事业来做，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我整理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你可以透过留言区去免费下载。我想先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最近真的觉得影片变难推了，你不是想太多，很多创作者其实都有这个感觉。而且最可怕的是，这不是某一个类型的频道在掉，不是只有新手在掉，也不是只有小频道在掉，很多不同领域的创作者其实都感受到了同一件事情。YouTube 现在对内容的要求是比以前更加严格了，它不再像以前那样，你只要把一个大家都在讲的主题做得稍微完整一点，就有机会得到演算法的推荐。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的，现在平台在看的东西变得更快、更狠、更加现实。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你的内容可能正在被你看不到的方式过滤掉。第一个变化是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的，现在 YouTube 会用更多系统判断来去决定你的影片到底能不能够出现在某些观众面前。这里面最麻烦的是什么呢？不是你的影片违规，也不是你被黄标，而是有些观众可能根本看不到你的内容，但是你完全不会收到通知。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以前我们会以为影片能不能够被看到，就是看缩图，去看标题，去看点击率，去看观看时长。但是现在不是只有这些了，现在平台会根据使用者的环境、模式、装置、使用习惯去决定哪些内容要不要去显示给他们。也就是说，你以为你的影片是没有人点，但有些情况更可能是它连被看到的机会都少了。这意味着有一部分流量损失根本不是来自于你拍不好，而是来自于平台的过滤机制。我不是要你把一切都怪平台，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的 YouTube 已经不是单纯上传影片等观众点进来这么简单了，平台先帮你做了一轮筛选。第二个原因是 YouTube 现在对前几秒的要求是比以前高很多的。第二个变化我觉得是影响最大，也是最直接打到大多数的创作者的。现在影片前几秒的重要性是被拉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YouTube 的短片文化已经慢慢反过来影响长影片了。以前长影片还是有一点空间可以慢慢铺陈的，你可以先寒暄一下，先讲背景，先讲几句比较温和的开头。但是现在观众早就被短影音训练成一件事情，你不能让我太慢进入到重点。如果你的前5秒、前10秒还是没有让观众立刻感觉到这支影片跟我有关，这个问题很重要，你接下来会讲到我在意的事情，那么很多人就会直接走掉。而这种行为对于现在的演算法来说，讯号是非常强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有些创作者他们内容是没有比较差的，但是因为还在用2-3年前的那种比较慢热的开场方式，所以他们的影片就是推不起来。不是因为后面没价值，而是因为前面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还是这样的开场，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老实说，对于很多影片来讲，这种开场已经很慢了。你现在要先做的就是让观众瞬间去知道，为什么这支影片值得他们现在就看下去，不是30秒后，而是现在。第3个原因就是你看到的数据不一定是完全等于真实的表现。第3个原因比较技术面，但是我觉得你还是需要知道的。有时候 YouTube 后台给的数据未必是完整反映真实观看的情况的，这个部分它牵涉到了很多追踪、装置、扩充功能、观看环境的问题。简单讲就是有些人真的有看，
但是系统未必把所有的讯号都完整的记录成了你看到的样子。这种情况不代表你要去忽略数据，更不是说你现在可以拿这个当成所有低流量影片的借口。我要讲的是，你不能够总盯着总观看数这个数字去看，因为有时候真正更值得看的是观看时长、观众留存、订阅转化，影片有没有带来实际的变现，有没有吸引到对的人进来。尤其是对于想要把频道当成是事业来做的人，你不能够只看表面流量，你要去开始看这支影片到底有没有把对的观众带进来。因为现在很多表面上看起来漂亮的数字，未必真的等于健康的频道成长。第四个原因就是 YouTube 可能正在更严格的判断你的影片到底有没有新东西。第四个也是我觉得最值得你重视的一个变化，现在的 YouTube 可能越来越在意一件事情了，你的这支影片到底有没有提供新的资讯、新的角度、新的价值。这件事情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平台它不只是看你的这支影片做得好不好，它在看这支影片是不是只是把别人讲过的东西再讲一次。这会直接改变很多创作者的内容策略，因为在以前你只要找到一个热门的话题，然后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再讲一遍，有时候这样就够了。但是现在内容越来越多， AI 生成内容也越来越多了，整个平台的重复资讯也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的影片只是跟风同一个话题，讲差不多的结论，没有新的观察，没有自己的测试，没有自己的框架，没有你的第一手经验，那么平台就很有可能把它判定成又一支差不多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影片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前面先被推给你原本的观众，成绩看起来还是可以的，但就是推不出圈。因为对于陌生的观众来说，这支影片是没有足够新的理由让平台继续的推出去的。这一点我觉得对于你、对于我、对于所有的创作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在逼我们重新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拍这支影片是因为它是热门话题，还是因为你真的有新的东西是可以讲的？其实讲到这里，你应该已经发现了一件事情，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你拍不拍影片，而是你有没有跟上平台在变什么。但是这些东西不会只变一次，它是一直在变的。所以如果说你不想每次都是等流量掉了才开始找原因，我其实会建议你让你自己在一个可以持续更新策略的环境里面。我自己有一个创作者的社群创意联盟，在里面我会定期分享这些平台的变化、内容策略，还有实际怎么调整。如果你是认真的想把 YouTube 当成是一个长期的事业来做，你可以考虑加入。好，那么继续。那现在你应该就能够理解一件事情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觉得 YouTube 进入到了困难模式，因为它真的变难了，而且不是只难一点，是很多规则在同一时间一起变了，曝光机制更复杂，开场要求更高，数据判读更不能只看表面，内容必须更有原创价值。所以现在最危险的人不是做得慢的人，而是还在用旧的方法去做内容的人。那说了这么多，你应该怎么去做呢？我给你4个非常实际的方向。第一呢，就是你要去重新检查你的开场，你不要把最重要的话去放到后面。你现在要做的是在前5到10秒让观众快速的知道3件事情。这支影片是在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是跟它有关的？现在不看会错过什么？你可以简单的去检查一件事情，把你的影片静音，只看前5秒，你自己会不会想要继续看？如果答案是不一定，那么演算法基本上也不会帮你推了。第二呢，就是不要再只迷信总观看数。现在很多人还在用这支有没有破万观看来判断影片的好坏，但是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人看完，有没有让人留下来，有没有带来订阅，有没有吸引到对的观众。因为现在演算法它更在意的是这支影片有没有让观众产生持续观看的行为，而不是他单纯的点进来看一下就走了。所以有时候一支5000观看量但是留存高、转换高的影片，会比一支2万观看量但是观众不精准的影片价值是更高的。下一点呢，就是你要去少做大家都在讲但是你没有新角度的题目。
如果说一个话题已经有很多人都在讲了，你在拍之前就要先问自己，这支影片的差异到底在哪里？是你的经验，是你的数据，还是说你的观点？如果只是我来整理这个主题，我来讲一次这个内容，那现在是很容易就会被淹没的，因为平台会觉得观众已经看过了，就没有必要再推一次了。下一点就是开始建立你的资讯增量，这是现在最关键的一点。你每做一支影片都要去问自己，这支影片多了什么只有我能够提供的东西。它可以是你亲自测试过的结果，你观察到的趋势，你整理出来的框架，你踩过的坑，或者说你把一个大家都讲不清楚的东西讲清楚了。你可以这样想，如果说你把这支影片拿掉， YouTube 上会不会少一块东西？如果答案是不会，那么这支影片是很难被推荐的。但是如果说答案是会的，那么你就有更多的机会被演算法放大了。如果你看到这里了，你应该已经感觉到了一件事情，现在的 YouTube 不只是变难了，而是很多旧的做法已经开始被淘汰了。所以如果说你想更清楚的知道现在有哪些频道类型正在被平台慢慢的边缘化，甚至是直接封杀，那我建议你接着去看这支影片。我在这支影片里面讲的更加直接，也会更加残酷一点，看完你就会更加清楚你现在所做的内容是不是顺着平台还是逆着平台的。